我的老公出轨了，给老公送饭，却撞见他出轨女学生的现场。我质问他，他却反过来指责我连个孩子都保不住，还伙同他的出轨对象杀了我养了16年的狗狗。既然不想好聚好散，那就都去死。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提着饭盒穿梭在走廊里，然后在一间实验室前站定。也许因为是上课时间，此时实验室里只有正在做实验的丈夫周芳佩和他的学生。看着他埋头忙碌的身影，我不由露出微笑。可还不等我喊他周芳佩，不知做成了什么，穿着白大褂的女生兴奋大叫，直呼他的姓名，小心翼翼地捧着一支试管跑到他面前，成了，你看，哎！忽然他脚底一滑，一个踉跄撞入周芳佩的怀中。周芳佩抱住他，向来不苟言笑的人此刻满脸温柔，连声音都沁着甜。没大没小的，上次不是和你说了，在实验室要叫我周老师吗？叫你不听话，摔跤了吧？女孩撇嘴，可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啊。再说了，你舍得我疼吗？语音未落，他盘上周芳佩的腰，话音里带着小钩子。难得别的人不在，你不想试试吗？我们好像还没试过在实验室里吧？暧昧的火花一触即燃。实验室里的2个人甚至来不及换下白大褂，就已经难舍难分。这一切发生得太过迅速，我甚至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我只能凭着仅有的理智拍下他们苟合的照片，静悄悄地离开。去往周芳佩办公室的路上，我依然有些恍惚。其实这一切早有预兆，不是吗？早在1个星期前，我就收到了一张接吻照。照片的主角我并不陌生，正是刚才在实验室里打得热火朝天的我的丈夫周芳佩和他的学生宋之言。发送照片的人我也认识，是我丈夫带的另一个研究生严浩宇。只是严浩宇从半年前就多次向我示好求爱，甚至多次离间我和周芳佩的感情。现在呀，换脸这么发达，我只当他又想出了什么新的招数，并没有当回事。可没想到，实际上这对狗男女早就勾搭在一起了。我不懂自己为什么会这么难过，毕竟我和周芳佩并没有什么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可讲。我们只是恰好在一个学校读书，恰好年纪到了，又恰好留校被同学介绍认识相亲，仅此而已。可为什么那样笃定他不会出轨呢？因为从各种角度来说，周芳佩都是个无可挑剔的好男人。对外，他与人为善，从不和人红脸，在同事朋友中好评如潮。对内，我们恋爱2年，结婚13年，周芳佩便10几年如一日的操持家务，大到煮饭拖地，小到放炮凿水，他事事操心，事无巨细。为了备孕，我辞职1年，没有任何收入。他自觉上交了工资卡，身上永远只留500块的应急。家里的2套房子2辆车，写的也全都是我的名字。他完全做到了他结婚时的誓言：我会永远的爱你，护你，忠诚于你。甚至今早出门上班前，他都是煮好了饭才走的。这么多年的互相扶持，这么细心妥帖的照顾，让我如何不动心？如果不是今天突发奇想给他送饭，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这个秘密。可到底为什么事情突然就变成了现在这样？我捂着脸痛苦地想，你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我好去接你？这么大太阳，你身体还没好全，万一中暑了怎么办？乍然出现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是周芳佩。我睁开眼睛打量他，
衣衫整齐，呼吸平稳，身上除了浅淡的化学药品的味道，再感觉不到任何别的气息。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恐怕我这辈子都不会把出轨2个字和周芳佩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索性直接掏出手机，点开那张严浩宇刚传给我的照片。他的神情在看清照片一瞬间变得慌张。还不等他辩解，一个男老师从门外快步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周老师，你跟我来一下。”不知两人耳语了些什么，周芳佩时不时地看向我，脸色也逐渐变得难看了起来。我皱起眉头，有些不明所以。正当我疑惑的时候，周芳佩忽然扯着我进了楼梯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可以和你解释。你为什么要直接把照片放到学校的表白墙上？把事情闹大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劈头盖脸的责问令我有些不知所措。“什么？还装？你明知道我现在正是评职称的关键时候，有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关起门私底下讲？”见我眼神迷茫，他一把将手机甩到我怀里：“你自己看。”经硬化老师周芳佩出轨女学生，佩文的照片我并不陌生，正是刚才严浩宇发给我的那一张。不过几秒，我就已经弄清楚了事情的大概。可我要怎么和周芳佩说？说他一共带了2个学生，结果一个喜欢他，一个喜欢我？还是说他的得意门生为了撬他墙角，所以发了这照片准备逼宫？这太荒谬了。而且我记得严浩宇的家境并不算好，父亲早亡，母亲残疾，底下还有2个弟弟。为了供他读书，母亲50多岁了还要下地干活，靠着卖菜挣些糊口钱。一家上下就指着他能学成归家帮家里。我要是把这事抖出去，那他就真的一点活路都没有了。我没办法，只能憋出一句：“不管你信不信，这的确不是我干的。”周芳佩气昏了头，半点儿都听不进去我的话。他压低声音冲我吼：“不是你还能是谁？”我真是受够了。是，我是出轨了，那又怎么样？但这不都是你的错吗？要是你当初听我的，早点辞职，早点生个孩子，我用得着一把年纪了，还在这跟一群年轻人抢职称吗？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上班，压力已经很大了。你身体不好，保不住孩子也就算了，为什么连当安安静静的当个摆件都做不到呢？我忽然很想笑。他也知道我刚刚失去一个孩子，可他不仅能狠下心在我失去孩子不足3个月的时候出轨，还能这样若无其事地痛斥我。在一起15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周芳佩。他疯狂地指责我，控诉我。那些曾经由他抚平的伤疤，如今又被他亲手揭开。我看着眼前的男人，神色有些恍惚。暴怒之下的他已经不记得那一年过年他喝多了，家里失火，我怎么都喊不醒他。我走得急，只拿了一条湿毛巾护住他，我自己仅只是用袖子掩住口鼻。我从9楼将他拖到1楼，吸入了太多浓烟，身体不好的病根就是在那时候埋下的。我辞职也是因为他软磨硬泡，想要一个孩子。即便我们在结婚前说好了丁克，保不住孩子固然有我的原因在，可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有弱巨症，结果到他嘴里就全成了我一个人的过错。我好像第一次看清了这个和我同床共枕15年的男人的真实面目。周芳佩，我们离婚吧。只是周芳佩还没能给出回复，就被院长派来的人叫走。我开着车回到家里，准备先收拾东西搬出去。手机忽然响起：“文君啊，你快回来吧，家里刮台风，连着下了好几天大雨，你爸妈的坟被冲了。”
这个消息犹如当头棒喝，我顾不得多想，就要买票回家。但没走2步，我的裤腿就被叉烧包咬住。叉烧包是我爸妈以前养的狗生下的小狗仔，德牧和藏獒的杂交犬，今年已经16岁了。我看着以为要出去散步而兴高采烈的叉烧包，心里犯了难。我老家在很远的山里，交通不便，只能坐绿皮火车，然后转公交再转大巴。叉烧包严重晕车，我没办法把它带着一起。可我最好的朋友出差了，常去的宠物医院也没有开。回老家的绿皮火车一天就只有1班，现在根本就来不及再去找宠物医院了。我犹豫再三，还是帮他取下了牵引绳。虽然我才提过离婚，但是周芳佩平时对叉烧包也挺好的，应该没什么关系吧。抱着这样侥幸的念头，我踏上回乡的火车。台风来势汹汹，但所幸没有造成太大伤害。只是我老家离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有些远，每年只有清明放假才能回来祭拜一下。或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我总想着一家人就是要在一起才好。思索再三，我还是决定把我爸妈他们都带走。在回程的火车上，我不停幻想，等我和周芳佩离了婚，我就带着叉烧包换个小城市住着，然后再在附近找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给我爸妈他们也住着。这种日子光是听着，我就觉得有盼头。一下火车，我就往家赶。可我人还没走近，就听见屋里闹哄哄的。我孩子被你们家狗撞成这样，你们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狗，叉烧包。我提着箱子急匆匆进门，却没想到家里不仅有周芳佩和讨说法的人，还有宋之言。顾不得找他时，我看向抱着孩子的陌生女人：“你好，我是这一户的户主，请问你们刚才是在？”女人口条很好，3言2语就解释清楚了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她吃完晚饭，带着孩子下楼遛弯，结果突然就有一条大狗冲出来，撞到了她孩子。孩子年纪小，一下子就被撞倒在地，脑袋上磕了一个大包。她叫来保安抓住了撞她孩子的狗，刚想问清楚这是谁家的狗，喏，就那个男的。他伸手指向周芳佩，他一上来就让我把狗还他。我说他遛狗不牵绳，结果这个女的突然就冲出来，给了那狗好几脚，还问我满意了没。他又指向缩在周芳佩身后的宋之言：“你说我又不是要讹你们钱，我孩子被撞了，我说要去医院检查，这不是很正常吗？”结果这女的几脚把狗踢死，跟我说两清了。你说这不是有病了吗？你有事就说事，你拿狗撒什么气呀，对吧？他还在说些什么，但我已经听不大清了。我疯了一样开始满屋子找狗，可却全无他的踪影。我急得要死，一把薅住宋之言的头发，说：“叉烧包在哪？啊，你松手！”我说，在楼下的垃圾箱呢。我飞奔去楼下，不顾路人异样的眼光，在一袋袋垃圾之间来回摸索。最终，在垃圾处理站的最角落，我摸到了一个软软的、带有些许温度的大垃圾袋。我颤抖着手，小心翼翼地打开塑料袋，看清它状况的一瞬间，我的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大小便失禁的味道混合着夏日垃圾场发酵过的恶臭扑鼻而来。我离开时还干干净净、健健康康的小狗，此刻却口鼻溢血，身体发凉。我几乎感觉不到它呼吸时的起伏，只有时不时的肢体抽搐和嘴角溢出的混着血丝的咸水证明它还活着。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它有些干燥的鼻子上。叉烧包艰难地眯着眼睛，探出一小截舌头舔舐我的手指。
这是他惯常安慰我的做法。一下，两下，很快，这轻柔的安慰就随着他短暂的生命一起消失在了夏日的黑夜里。我抱着叉烧包的尸体回到家的时候，宋之言和抱小孩的女人已经走了。周芳佩看着我一身狼藉，皱了皱眉头：“先去洗洗吧，泡澡水已经给你放好了。”我神情呆滞，叉烧包脾气很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狂奔撞人。周芳佩，你们对他做了什么？一世静默。我转过头，死死盯着他。说话。他别过脸不看我。我知道你很难过，但他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早点死了还免了病痛的折磨，你何必这样？我猛地冲上去揪住他的领子，开始尖叫：“那你怎么不去死？你和那个贱人，你们怎么不去死？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们？”周芳佩拽住我一把灌到地上：“差不多行了，一条串种畜生而已，又不是多名贵的狗，死了就死了，再买一条不就行了吗？”我冷笑：“可就是这条串种畜生救了你一命。当年要不是叉烧包在煤气泄漏的时候叫醒了我，我拖着你出去，你早死了不知道多少年了。”他不耐烦极了：“所以我不是天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们两个吗？现在狗都已经死了，你还要怎么样？为了一条狗在这要死要活的，神经病！”骂完，他摔上门离开。我跌坐在地，趴在叉烧包的尸体上，泣不成声。再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家里的一切还和周芳佩走时那样。我沉默着收拾好自己和家里，然后背着我的小狗去警局报了警。接待我的警官同志告诉我，宋之言的行为的确违法了，但即便是按照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来追责，也依旧不能把他怎么样，赔点钱道个歉，再加个行政处罚就顶天了。他说得很委婉，生怕伤害到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明白的。我怎么会不明白呢？我只是心有不甘罢了。道过谢后，我又背起叉烧包离开了警局。等我处理好一切时，周芳佩终于回来了。她依旧穿着昨天那身衣裳。至于她干了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大概是愧疚，她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就一头扎进厨房开始做饭。吃饭的时候，她有些犹疑地开口：“昨天是我不好，我向你道歉。吃完饭，我陪你去宠物市场逛一下吧，你看看。”不用了。我扯起唇角，昨天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太难过了，有些口不择言，你别放在心上。似是惊喜，似是不信，周芳佩是叹性问道：“那离婚的事？”我笑得温婉：“是我太小肚鸡肠了，你也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我不怪你。只要你答应我约束好宋之言，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周芳佩惊喜地睁大眼睛，又状似无意道：“对了，我有一篇论文。他语焉不详，但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以前从没注意到的细节，在这一刻看得分明。是了，周芳佩那样的人，若是我不能给予他切实的利益，他又怎么会任劳任怨10几年？甚至可以说，他能有今天，全靠我。”我低头吃饭。好啊，只不过晚一点要麻烦你带我去实验室看一下了。吃完饭，周芳佩领着我去实验室。她在前面走，我环顾四周。你这样带我进来，学校知道了应该会很麻烦吧？周芳佩转着钥匙，混不在意。实验室的监控早就坏了，我也一直忘了报修，而且只是带你进去看看数据，没什么的。听了他的话，我只想冷笑。忘了报修？我看是为了给他和宋之言偷情行方便，故意不报修的吧？要不怎么说人不顺心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缝呢？
我们一进门就发现宋之言竟然也在实验室，但周芳佩应该是警告过他。他看见我打了个招呼后，就缩到一边，不知道忙活什么。周芳佩将质谱仪打开，突然一拍脑门，想起来个事情：“你先看着，我去办公室拿点东西，马上就回来。”话毕，他转头对上宋之言的目光，眼里是浓重的警告。我只当没看见。结果周芳佩前脚刚出门，宋之言后脚就开始跟我犯贱。你可真能忍啊！都已经亲眼见到我们在实验室做那种事情了，你竟然还不愿意和他离婚。我牵起唇角，怎么？你怀孕了？很急着上位吗？宋之言一愣，附而笑得阴毒。虽然你是个贱女人，可你有一条好狗。我昨天不过动了一下你的东西，这条畜生竟然就蹦出来咬了我。他撸起袖子，露出包着纱布的胳膊。这死狗力气还挺大，我和周芳佩两个人都差点没能摁住他。而且被我注射了那么多福尔马林，他竟然还有力气往外跑。只可惜有眼无珠，跟错了主人，死了也活该。小狗冰凉的体温犹在指端，一瞬间，我只感觉血液疯狂上冲。我一把摁住它，抄起通风橱上的甲酸，就要往它嘴里灌。宋之言捂住嘴，疯狂尖叫挣扎：“啊！杀人了！贺文君，你这是杀人！”我双目充血，按着他的手青筋暴起。怕吗？你用他活体注射福尔马林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他也会怕？我剥开盖子，星星点点的甲酸滴落在他眼角。宋之言简直要崩溃了，他死死地闭着眼睛护住口鼻，半点不敢泄力。千钧一发之际，周芳佩从门外冲进来，抱起我，夺走了我手里的试剂。文君，文君，你冷静点，这是在学校。我知道，但我现在不想管什么学校什么后果，我就要宋之言死。我对着周芳佩连掐带咬，趁他吃痛放松的一瞬间，我一把抢过他手里的甲酸，砸向宋之言。灼烧痛令宋之言惊声尖叫。周芳佩惊呆了，之言，贺文君，你干什么？我面无表情地打开水龙头冲洗沾到试剂的手指。我告诉过你约束好他，这次只是一个警告，再有下次，砸到他身上的可就不是甲酸了。你如果心疼他，也可以选择报警。我不介意把事情闹大，毕竟我现在有的是时间和你们耗。我清楚地知道，周芳佩不仅不会报警，他还会警告宋之言也不准报警。像他这种自私自利的男人，绝不会允许有任何人妨碍他的前途。我是如此，宋之言也是。我去扫墓的那天，阳光很好，连带着4座墓碑上的照片都变得鲜活了起来。周芳佩一直不理解，即便是叉烧包救过我们，可我也不至于愤怒的非要杀了宋之言才能泄愤。他只知道我父母在我12岁那一年就因为泥石流去世，只有我幸运的被救了出来。但他不知道的是，那天的雨下得特别的大，在到处都是乱石无法靠近的时候，是发财叉烧包的母亲，那条威风凛凛的藏獒率先找到我。发财把我从土石堆下刨出来的时候，我几近休克，因为救我，他的2只前爪血肉模糊，也是他陪我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他察觉自己临近生命尽头，也许是怕我孤单，已经5、6年没有生过孩子的他，竟突然生下了一窝小狗。可他年纪大了，孩子也不够健康，即便我悉心照料，可那一窝还是只活了叉烧包1只。发财陪了我13年，叉烧包陪伴了我16年，他们几乎贯穿了我大半的人生。我如何不恨宋之言？
我细细地擦拭干净墓碑，你们再等等我，很快就可以帮你们报仇了。天色渐晚，我收起东西回了家。刚推开门，周芳佩的怒吼就随着烟灰缸一起向我袭来。你是不是有病啊？你非要毁了我你才甘心吗？我已经告诉宋之言不准他报警了，你为什么还是要做这种事情？沉重的玻璃砸在肩头，我闷哼一声。不等我开口问，周芳佩就把手机扔到我面前。哈！周芳佩惨了。本来上一次他和宋之言的事情已经被他贿赂过的院长压了下去，但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竟然把这事捅出去了。现在大家都在艾特学校官博，要求开除他们两个。那一头的周芳佩还在口沫横飞地指责我，可我提不起半点生气的心思。有些人就是这样，做错了事从来不知道反省自己，捅娄子被发现了，第一反应永远是责怪别人。我恶心透了。可我现在还不能离婚，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于是，在周芳佩感动的目光下，我录下了那个替他们解释的视频，并发布。本以为这场闹剧会就此偃息旗鼓，但没过几天，不知从哪里忽然冒出来一个神秘账号，开了一个直播，并艾特我前段时间发布解释视频的账号，揭露学术妲己前某大英化教授贺文君的成名录。光看这个直播标题，确实还蛮有吸引力的。女人、学术妲己、桃色绯闻，简直完美拿捏了部分群体的话题喜好。抱着看乐子且欢迎财神爷的心态，我点进去了。这个神秘人先是介绍了一下我所获荣誉和成就，然后话头一转，开始疯狂给我泼脏水。这个戴着面具和变声器的人虽然没有明说，但话里话外都在内涵我能有今天的学术成就，是因为我嫁了个好男人。真好笑。周芳佩赛发的还没我零头多，怎么没人说他是学术薛怀义？简直浪费时间。我刚准备点出去，忽然听见这个神秘人卖关子似的。贺文君15岁那年，父母因为遇到泥石流双双亡故，但他还能继续上学，有今天的成就。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听到这里，我皱起眉头。知道我父母死亡原因的人，我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就在我不解时，这个神秘人缓缓开口：是因为他命好，碰到了一个好心的资助人，但他却恩将仇报，勾了他资助人的老公。雌雄莫辨的声音似惊雷在我耳边炸响。男人带着烟臭气的口水和肥腻的肚腩，女人歇斯底里的质问和哭泣，一切都像是上个世纪的默片，在我眼前不断倒带重放。哦！我丢下手机，踉跄冲进洗手间，开始狂吐。好恶心，好恶心，好恶心！此刻我已经全然没了看戏的想法，我只想报警，让这个满嘴放屁的神秘人滚去吃牢饭。不等我站起身找手机，房间里就传来一声接一声的手机提示音。正当我犹疑时，门口忽然传来砰砰的砸门声。周芳佩狼狈地挤进门，一脸怒容：你看看你干的好事！现在家门口全是泼油漆和拉横幅的人。我说你怎么忽然这么好心，还帮我录那个澄清视频，合着你自己就是个不干不净的东西。我忍无可忍，一巴掌抽上他喋喋不休的嘴。周芳佩，你明知道我死死咬住颊侧的软肉，不肯再多说一句。周芳佩捂着脸不屑地冷哼：你是什么？你是不是又要说你是侵犯的受害者？亏我新婚夜那天信了你的鬼邪，竟然被你编的鬼话糊弄过去了。贺文君，你自己不恶心吗？要是你爸妈泉下有知，知道你是这么个不检点的东西，
怕是要气活过来了。极度愤怒之下，我忽然平静了下来。不论是从发酵程度还是传播速度来看，这件事都有些太诡异了。显然是有人早就准备好了一切，等着我往里跳呢。没有理会暴跳如雷的周芳佩，我拿着手机转身找了个私家侦探。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那个神秘人就是宋之言。那些疯狂打我电话，在我家门口泼油漆拉横幅的人，也是他雇来的。只是我看着单子上他的个人信息，忽然觉得一切都豁然开朗。没有知会周芳佩，我直接从家里搬出去住进了酒店。每天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看宋之言依然若无其事地装成神秘人的样子，在网上爆我的料。一天比一天刺激，今天更是重磅。贺文君这人不仅喜欢勾资助人老公和同事，他还喜欢勾自己的学生。而我们今天就请到了一位深受其害的男生。说着，他开始连线。电话接通的瞬间，我了然。我说，严浩宇一个靠国家助学金上学的人，怎么忽然有钱用得起苹果了？那天他给我看照片的时候，我还惊讶了一下。现在看来，恐怕最开始就是宋之言雇他来接近我，在这整双管齐下呢。屏幕上的严浩宇显得很是紧张。各位，我是映画专业22级研究生严浩宇。我实名举报前某大学映画老师贺文君骚扰我。贺文君在职期间就曾多次骚扰我，离职后更是背着她老公给我送饭，这个饭盒就是证据。我盯着她摆上来的那个饭盒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这不就是我带住周芳佩出轨那天的那个饭盒？难怪怎么事后我到处找饭盒都找不到，原来在他手里啊。毁坏一个人的名声其实很简单，尤其是一个女人的名声。就好比现在，严浩宇完全没有出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只是嘴皮子上下一耷拉，下面咒我去死的评论已经垒起了高楼。我关掉手机，看向茶几对面的两个人。都取证好了吧？看着律师点头，我站起身，那就去送他最后一程吧。宋之言看着我，趾高气昂的，怎么不躲了？我抿了一口咖啡，替双亲报仇。你现在一定觉得自己伟大死了吧？只一句话就让宋之言恨不得冲过来掐死我。他咬着后槽牙，当然。你这个破坏别人家庭、不知廉耻的贱女人！现在这一切都是你罪有应得。宋之言骂完之后，自己也是一愣，又迅速摆出不在乎的神色。我有些好笑的挑眉：“你不用这么激动，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这其实不算是个什么很复杂的故事。15岁那年，父母双亡后，在老师们和学校的帮助下，我依旧在学校里继续着学业，直到有一天，班主任特别高兴地拿着报纸过来找我。文君，市里的大企业过2天要来我们学校挑选几个学习好的孩子进行资助，有了他们的帮助，你上大学的钱就不用愁了。这对于当时已经欠了老师们许多人情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下掉馅饼的大好事。他们来学校挑孩子的那天，班主任从塑料口袋里摸出一条裙子递给我。文君，老师没什么钱，这条裙子你也别嫌弃。希望你今后的人生之路能和这条白裙子一样，洁白无瑕、坦荡光明。可那时候的老师和我哪里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天上掉下来的只会是吃人的陷阱。我小心翼翼地换上那条裙子，兴奋又羞怯地站在一众待挑选的孩子中。来挑选的人是一对很年轻的夫妻，我听见副校长称呼他们为刘先生和刘太太。天知道刘先生圆润宽厚的下巴朝我点了一下时，我有多激动。
可一旁的刘太太却脸色难看极了。那一群被资助的孩子里，只有我一个女孩。在那个还讲究男孩后进而更足的时代，作为其中唯一的女孩，我无疑是有些骄傲的。但这骄傲仅仅维持了一个下午。当天晚上，我就被带到了刘家，随之而来的就是伴随了我近23年的噩梦。我被刘先生 Q 了，而那位早上还笑吟吟夸赞我的刘太太，就是他的帮凶。他摁住了我的手脚，不准我挣扎，更是在我叫喊着要报警的时候，威胁我，只要我敢报警，那和我交好的人都会遭殃，尤其是我的班主任。我不明白，明明他们也是有女儿的人，明明他们连给他取小名都要用心这样代表珍宝的字，明明在助纣为虐的前10分钟，他还抱着尚在襁褓的女儿逗她笑。这场噩梦一直持续到宋之言6岁的时候，因为保姆的疏忽，宋之言撞见了刘太太一脸狰狞摁住我的模样。精神与心灵上的长久折磨让刘太太崩溃了。在刘先生最放松的时候，他拽着宋先生坠楼了。我得到了解放，宋之言失去了双亲。只不过那时的宋之言还不姓宋，他的父母总是亲昵地唤他欣欣。宋是他母亲的姓氏，所以我一直没往那对夫妻身上想。欣欣，珍宝，哈哈哈。宋之言，你现在还觉得他们无辜吗？对面的宋之言面色惨白，他唇哆嗦，你放屁！我不信，你在撒谎。我看着他信念崩塌的样子，心里只觉得痛快极了。我和周芳配本就是搭伙过日子，就算被他撬走，我也不觉得可惜。可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毁了我唯一的念想，还拿我的苦难做法子逼我去死。看着他神色越来越癫狂，我忽然笑出声。其实我挺佩服你的，为了给你父母报仇，竟然能忍住恶心跟周芳配在一起。反正我不行，哪怕我现在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但只要一想起来我倒的脸，我还是会觉得胃痛想吐。只是你和他都这么亲密了，他竟然一点儿都没有告诉你吗？宋之言显然精神状态已经不对了，他迷茫地抬头，什么？我笑而不语，站起身就走。贺文君，你把话说清楚。在服务员和客人的尖叫声中，我滚下楼梯。宋之言急急忙忙地冲下来，揪住我的领子，不准睡。贺文君，你把话给我讲清楚。感受到溢出的鲜血，我唇蠕动了几下，疲惫地闭上了眼。再一睁眼，是在医院。我转动眼球看向病房门口，周芳佩正在和医生激烈地争论什么。接着他捂住头，痛苦地吼叫，脸上是显而易见的怒色。他当然痛哭，毕竟他可是想要孩子想得发疯。医生走了之后没多久，周芳佩连病房都没进，就直接走了。我撑着身体坐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你们可千万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番心血啊！自从那天周芳佩从医院离开后，我就再没有见过她。我在医院住了2天，医生看我没什么大碍后，就让我收拾东西回家。结果我人还没进小区，就看见到处布控的警车和走访调查的警官。正在接受民警问话的保安大哥百无聊赖地转着头。忽然，贺老师，警官，这个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周老师的爱人。我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走上前去，有些茫然地问道：警官同志你好，请问你们这是？2位民警对视一眼，将我带回我家。贺女士，你要有心理准备。说着，他们推开虚掩着的大门。入目一瞬，我只觉得屋子里红得刺眼，臭气熏天，还夹杂着还有浓重的刺鼻气味。
缓过神后，我终于看清了屋内场景。我扭头看向身旁的2位警官，刚想说点什么，脚底忽然一软。哎，2个警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把我带回了警局。贺女士，喝水。我颤抖着手接过那杯温水。很巧的是，给我递水的警官就是我上次来报警时接待我的女警官。她眼含怜悯地看我一眼。贺女士，节哀顺变。凶手我们已经抓到了，是被害人周芳佩的学生宋之言，而且他本人也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我低头看着水杯，声音很轻：我能见见他吗？可以。看到他们带着我到我住院的那家医院时，我不由挑眉，还真是有缘啊。我和宋之言不过短短2天没见，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形容枯槁说的就是他现在的样子。我细细地打量着他，直到他也抬起头来看我。是你吧？我歪着头，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他忽然情绪激动地开始拍床。你是故意的，你故意诱导我，让我以为周芳佩知道当年的真相。你还在包里放了那种东西，提醒我可以用那种方式逼供周芳佩。我有些好笑地看着他，什么东西？他牛似的喘着粗气，可就是不肯说。毕竟他到现在都以为自己当时从我那偷走的是1级管制品。他当然可以不管不顾地和警方举报我，拖我一起下水。他敢吗？他不敢。按照他当时从我包里摸走的那一包分量来看，针捅出来了，他也就离死不远了。我盯着他身上的伤，有些恶趣味地开口：别这么激动，只是一点泡了2甲亚峰的冰糖片罢了。他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你他妈的坑我！都是你！我原本只是想问他点东西，可谁知道那只是泡了2甲亚峰的冰糖片，根本就没有让一个1.8米的男人对他言听计从。他不说我也能猜到。愤怒的周芳佩去找他，想要质问他为什么害死他的宝贝儿子。结果宋之言这文盲把冰糖水当那什么给他注射了。看着周芳佩因为2甲亚峰中毒导致的恶心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测。结果他还没问2句，就被愤怒的周芳佩暴起打伤。宋之言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疯狂扯动手臂，手铐在病床的栏杆上撞得哐啷直响。那刀，你是故意的，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回忆起我离开时特地葬在家里的几把18座，我笑眯眯地看向他。不好用吗？要不是他们，你现在可没命在这跟我发脾气。你知道那几把刀是干什么的吗？那是我以前为叉烧包的时候用来剁生骨肉的，很合适不是吗？用来剁周芳佩这种人渣。说完我扑哧一笑。他现在的确是物理意义上的人渣了。知道为什么死的是他不是你吗？因为如果不是他把你带回家，不是他接受了你的示好，那我的小狗就不会死了。我自嘲似的摇了摇头，算了，如今也算是替他报仇了。我起身往外走。宋之言突然叫住我，所以他知道吗？我没有回头。他不仅知道所有的事情，他还知道当年你父母亡故，你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他和你在一起，也是为了你父母的遗产。身后传来女人尖利崩溃的哭声。其实我是骗他的。周芳佩是不是为了钱和他在一起的，我不知道。但我一直死揪着不和周芳佩离婚的一部分原因就是钱。送叉烧包去火化那天，我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忽然在保险柜翻出了很多年前刚结婚的时候我们一起买的人身意外险保单，受益人填写的都是对方的名字。与他放在一起的还有几份我不知道的，周芳佩后来偷偷替我买的意外险。
每一份的受益人都是他。周芳佩是不是想杀妻骗保，我不清楚。不过在那一瞬间，我豁然开朗。既然他没有好好履行他结婚时的誓言，那就让我来帮他。活着没有用处的话，死了有用也是好的。升官发财死老公，我怎么都要轮上一个吧。周芳佩的事情闹得很大，保险公司几乎没有任何疑问地向我支付了一大笔赔偿金。我拿着那一大笔钱，在网上买了许多水军，将之前宋之言揭发我的事情又顶到所有人眼前。热度到顶后，接下来就只需要反转。我直接甩出当时的检查报告和其他受害者的遭遇描述，绝佳的讨论度再辅以一些小小的引导，网友们顺藤摸瓜就将这件事和某大教授分尸案结合在了一起。这个时候，我再带着律师，拿着早就区块链保存好的证据跳出来起诉严浩宇。我看起来是个完美的受害者，可谁让严浩宇有个可怜的身世呢？他竟然能不要脸到开直播卖惨。不仅如此，严浩宇还开着直播跑来我家门口跪着，哭天喊地地求我放过他，说他有多不容易，说他有多后悔。而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那些慷他人之慨的大好人。那段时间，我收到的私信里说的最多的就是，虽然我被绿死了老公真的很可怜，但是严浩宇比我更可怜，我为什么就是不能放过他呢？真好笑，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他可怜就可以污蔑我吗？我就不信在现在这个信息传播这么快的社会，他会不知道将骚扰这个罪名安插在一个曾经做过老师的人头上有多严重。懒得跟这些人多费口舌，我直接就起诉了。在绝对完整的证据面前，别说严浩宇卖惨，他就是卖肾都没人救得了他。更别说他这个让大家怜爱的研究生还不是他自己考上的。对，这个研究生是他威胁周芳佩得来的。要不是那天收拾周芳佩的遗物，我都发现不了这件事。周芳佩的私人电脑里完整地记录了严浩宇敲诈勒索他的所有过程。说起来，这个事情其实还跟我有点关系，因为严浩宇用来威胁他的把柄是周芳佩学术造假。周芳佩虽然主要叫研究生，但偶尔也会给本校的大二大三学生带一下课。严浩宇就是那时候发现的，所谓的得意门生更是无稽之谈，他们整得跟个食物链一样。严浩宇威胁周芳佩，宋之言又拿这事威胁严浩宇。严浩宇没办法，只能逼着周芳佩带他回家吃饭，以此为机会跟我接触。可笑我那时候还以为周芳佩是真心喜爱这个学生。证据确凿，严浩宇败诉是板上钉钉的事。他被开除不说，学校还借由此事开除了当初被周芳佩贿赂的那位院长，真是活该。没过多久，宋之言也因为故意杀人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周芳佩的赔偿金除开买水军的钱，我一分没要全部捐赠给一个慈善基金会，用于帮助和我有着一样经历的女孩男孩们。我和周芳佩的婚房因为死了人也卖不出去，我就自己住着。也有不少热心的人劝过我换房子，但我都拒绝了。周芳佩活着的时候斗不过我，碎成渣了就觉得自己又行了。斗呢吧，人死了，可活人的日子还是要照常过。我没事就打打太极下棋，顺便再逮几只流浪猫狗送他们豪华绝育大礼包。有钱有闲，日子简直不要太好。这天我照常早起，准备出门买菜，可刚一开门，脚边就拱过来2团柔软温暖的毛茸茸。我轻柔地拎起它们，是2只小狗。
那些被我刻意埋藏在脑海深处的回忆又一股脑地钻了出来。我喃喃道：要是我们发财和叉烧包投胎了，这会估计也该有你们这么大了。汪！原本只是我的喃喃自语，却没想到2只小狗忽然叫了起来。我瞪大眼睛，脑袋里冒出一个念头：发财！汪！叉烧包！汪汪！我又不信邪地试了几次别的名字，可只有在叫到发财和叉烧包的时候，这2只小狗才会回应我。眼泪蓄满眼眶，又快速地落下。我抱着2只小狗，哭得活像又死了老公。夏末秋初，一切尘埃落定时，某一处的齿轮却悄然转动。欢迎回家，我的小狗。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